你知道在古剑奇谭中哪把武器的实力最强吗？我看肯定很多人会说百里屠苏的焚寂剑、欧阳少恭的凤来琴，但其实他们都不是最强的。现在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古剑奇谭中的10大神兵利器。第10，青玉丝南佩。青玉丝南佩，一魂一魄永相随。此玉佩是方南生及其前世劲雷所佩戴之物，后来他始终不渝地陪伴在蓝生身边，一路走来，见证了这个阳光少年的成长之路。在经历了生离死别、前世今生的爱恨情仇后，蓝生终于也明白了责任与担当的意义，放弃了单恋的香菱，选择用生命深爱他的女子孙月妍，这也就完美的诠释了青玉丝南佩，一魂一魄永相随。可见此玉佩有封存魂魄之功效，一直保护着蓝生的前世与今生，和辟邪护体。由此也能看出，这个玉佩的防御能力十足，攻击力并不强，但它也算古剑奇谭中的神器，因此排在第10是最好的位置。第9，红叶莲。红叶莲是女主风晴雪的武器，虽说晴雪在剧中大部分都是充当奶妈的角色，但还是一位够给人带来温暖的独特女孩。她来历神秘，善良而热情，似乎对世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她像个天然喜悦的精灵，真诚地帮助每一个遇到困难的人们，这也使得给人们制造了一个假象，认为她的武器不怎么样。其实不然，她所使用的武器并不常见，镰刀作为长兵的一种，自古有之，在兵器谱上或可列入罕有的奇兵之中。女主风晴雪是一位和月亮有着一定渊源的女孩，她所使用的武器镰刀，依据其形如新月之说，无论是武器的名称还是外形，都能让人联想到夜空中那种皎洁的明月。再结合自己的灵气，对付一些小妖小怪还是简简单单的。这种又好看又好用的武器，大家应该都爱吧。第8，紫电清霜。紫电清霜是主角团中剑灵红玉的武器，看过剧的都知道，红玉总是扮演着大姐姐的角色，对身边的几名同伴颇多关照。只是在离开同伴们的时候，红玉偶尔也会露出一丝怅惘落寞。不知在她睿智而潇洒的外表之下，究竟仇玉箫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？红玉持双剑而善舞，她的剑舞具有古老的风韵，刚柔并济，时而如呢喃耳语，时而又如勇士赴战场。正所谓或如羿射九日落，皎如群帝参龙翔，蓝如雷霆收震怒，发如江海凝清光。红玉所使用的双剑比普通的剑略短，但并非匕首或其他形式的双柄。红玉的剑舞华丽中带有一股凛然的英姿勃发之气，她广袖宽袍，一团红焰舞动如火，将亘古至今的浪漫和肃杀融于一体，真是飒气十足。盘点古剑奇谭中的10大兵器，今天它来了。第7，萧何剑。萧何剑是天游城大弟子为了掌教真人灵月的佩剑，此剑剑身亮如秋水，隐隐发着绿光，一旦出鞘，剑气势如破竹，无坚不摧。再加上灵月的高超剑法，此剑的威力更是能发挥到极致。在古剑奇谭剧情中，灵月凭此神剑战狼妖治洪水，虽然这把剑算不上上古神剑，但在凡人的手上能发挥出如此威力，真的不是一般兵器可抗衡的。并且作为天游城的大弟子，其佩剑一定不会弱，不然紫印真人这个师傅真的是白当的。第6，巨剑。风广漠在剧中的武器原本是一个法杖，但是在后来失忆之后，意外之中得到了这把巨剑，并且风广漠本人看起来高大挺拔，十分可靠的外表之下，却是一个狂放不羁、率性妄为的灵魂。看起来大大咧咧、好酒爱赌的尹千商，其用剑也非同寻常。千商所用的剑宽而厚重，常是无锋无刃，需有极大臂力者方可使用。千商用剑也让的并非剑之锋锐，而是剑之厚重，因而他所用之剑，其材质可能是金铁，也可能只是厚重的顽石。也许在常人眼里，一块并不起眼的厚铁，就能在千商的手里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威力。他之所以能力战屠苏、灵月等3人，就是因为有这把巨剑在手。第5，红玉剑。红玉剑是紫印真人的2把古剑之一，一阴一阳，它属于阴。这把古剑与其他武器不同的是，紫印真人凭借自己高深的道法，将红玉剑灵化为人形，因此红玉有2种形态，这就相当于在对战的时候多出一个高级帮手了。要知道，在与实力相当的对手打斗时，2打1的优势有多大。后来紫印真人派红玉负责守护天雍城剑阁的安全。第4，玉衡。玉衡是上古邪物，龙渊工匠更是凭借此法宝捕获太子长琴仙灵的。根据龙渊残卷记载，玉衡拥有引灵之奇效，可吸收大地之力为己所用。欧阳少恭寻找此物数千载，最终集齐玉衡碎片，并将其复原。后来他凭借此法宝恢复太子长琴灵力，实力大增，在世间几乎无人可敌。你知道古剑奇谭的10大武器排行吗？现在就让大家了解一番。第3，焚寂剑。焚寂为龙渊铸剑师角离以血屠之阵取太子长琴命魂4魄，融合世间万千怨灵所铸，为上古凶剑。凶剑出城有毁天灭地之威，就连女娲大神都不能将其毁灭，只能设置阵法将其封印。其第一任主人为角离之子皎月，剑灵为太子长琴。在其用剑被天地伏羲发现，而后被女娲封印后，皎月作为第一任主人，在失去焚尽时跳入铸剑炉自杀身亡。后来焚寂最后被封印在了南疆乌蒙灵谷，最后被太子长琴残魂转世后的欧阳少恭找到。最终乌蒙灵谷被灭族，只有韩云熙，也就是后面的百里屠苏活着，因此百里屠苏也成了焚寂的第2任主人，而焚寂的煞气也进入他体内。经过数十年岁月，百
百里屠苏终于能控制杀气，在结局中使用焚寂之力与欧阳少恭同归于尽。第二，凤来琴。凤来琴是太子长琴的半身法宝，他曾凭此法宝参加过天界3次大战，而他的对手都是远古大神。相传凤来琴有50根琴弦，每弹动1根，威力大1倍。如果能奏齐50根琴弦，便可毁天灭地，使万物凋零。只可惜后来太子长琴一触犯天条，凤来琴被毁。同时，凤来琴也是少恭的武器。少恭本是天界的乐神，擅长弹奏古琴，因触犯天条被剥去仙籍，但是堕仙之后仍离不开古琴。平时的少恭都隐藏实力，只是以弹琴自娱，从来不用琴攻击，是个深藏不露的 BOSS。一直到后期黑化的时候，少恭才展露出了他的古琴攻击技能，使用9霄环佩琴频繁放大招。在终极大战中也能看出这把琴的威力有多大了。第一，古君剑。前面说到了紫印真人有2把古剑，一把是红玉，另一把则是古君剑。众所周知，紫印真人爱剑成痴，收集天下名剑无数，而且这把剑同样也是上古神剑，威力丝毫不亚于焚寂。紫印真人以剑正道，以修炼成剑仙。这把剑的具体实力，其实在影视中有所展现。在大结局跟弟子百里屠苏对战时，这把古剑曾出场过。从对局的结果来看，这把古君剑还是力压焚寂一头，因此排名第一。阳谋明说暗落的魔